关键关键时刻，中国一个红姐震惊了国际。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中国内部的缩影。在这个情况之下，习近平要赶快来除掉它。没有想到，今天中国又出大事了。这是一名女大生跟一名外国男子搞一夜情，没想到搞一夜情之后，你能够想到她的处罚这么的严重吗？这一名女子，她不仅被开除了这个所谓的学籍，甚至连她的姓名都出现在上面。她是怎么去批判这一名女大生的呢？我们看到，她说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是有损国格。我再讲一次，跟外国人一夜情叫做有损国格。好，这件事情有多严重？你知道现在国内外的海外媒体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因为这代表一件事情：红姐她是内忧，而女大生是外患。这事情严重到连胡锡进他都出来讲话，他说：“你对于女大生这种严厉的处罚是不好的，因为这是外界对于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印象是不协调的。所以这代表一件事情：今天一个红姐她是内忧，这个所谓的女大生是外患。这个情况之下，所以是从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看到这么多的一些风波在这个上面的时候。”他现在的处理根本就是荒腔走板，因为他怎么处理，大家对他都是不满的。我们知道过去中国一句话，就天大地大不如这个毛主席大，这样一个状况。好，那你知道，事实上现在呢，这个习近平是东管西管呢，连你的私生活我都要管，对，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这几天有一件事情呢，变成是中国所网民在讨论的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女大学生，这位女大学生她就读大连的这个学校，然后她目前为止是大2，她叫李欣石。就因为他过去一段时间呢，他跟一位这个来自乌克兰的电竞选手呢发生了不伦的关系，不当的关系，然后呢被这个乌克兰选手，你要就是这个男生，我们必须先谴责他，他居然把这个影片，渣男，他居然把影片公布出来。公布在这个国际的公布在网络上面，然后就流传在国际，然后同时间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女生很好把的这个意思啊，就他一讲之后，大家全部都网友都气炸之后，这时候呢，中国马上就因为这个影片呢已经在这个全世界烧开的时候，你看中国马上就开除了这位女学生。你看这是这个她的学校就说，你看这李欣石同学，然后有鉴于你2024年12月16号的不当行为，造成了恶劣的负面影响。不是，你今天是跟人家演那个画面是那个男生 PO 出来的，对，没错，结果这个女生。他被开除学籍，对，他马上就被开除学籍，予以开除学籍的这个处分。好，那这个处分来说的话，你看，这马上就登上了很多媒体的讨论。你看，连中国的财新，他就说大连工业大学处分公告逾越了哪些界限？然后你看，连联合早报，大连女大生与乌克兰的电竞选手涉及不当的交往，拟被开除，对不对？这样开除之后，国际媒体的报道之后，你看连胡锡进都说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他们有关于所谓的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规处分第19条第6款，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有辱国格。有辱国格，对，那就是有辱国格嘛。那好，有辱国格的时候，你看连胡锡进都说李欣石并没有侵犯中国的国格啊，然后被开除的话，这样有点奇怪。他说这样的严厉处分会与外界对于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印象是不协调了。也就是说，你也管太多了，这个私生活。当然，这位女大生她的确有不当之处，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电竞选手他公布了这个东西。都公布了这个影片，他真的是不对的这个状况，结果反而是这一位这个女学生呢，在中国被遭受到了严厉的处分的一个状况。这真的太夸张了。为什么？你看到这是关于给这个李欣石同学这个相关开除学籍处分的公告。我刚刚再讲一次他说这里面的第6点，我说也太夸张了吧。这个叫做不正当交往，而且是有损国格。对，真的有到这么严重吗？对，没错。你要知道说，实际上我们就讲嘛，这一条就是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然后视情节也给予这个记过或是以上的这个处分。它是以上处分，对，没错，你也可以记个过就好。没有想到，是啊，最高最严格就是什么？我直接把你开除学籍。好，那为什么会闹到开除学籍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讲，就是这位男生嘛。就这位渣男，然后他公布了跟这个女生的这个照片。好，那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个，这个影片也是在国际上，在这个媒体，在这个网络上面流传。因为这个是他一个这个电竞选手，那这个女大学生呢，事实上她算是他的迷妹，因为这个是她的名字叫 Zeus 的这个宙斯，然后他的本名叫做 Teslenko， 叫特斯连科，然后他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电竞玩家。那我们知道，事实上过去等于是说，这位女大生其实是他的迷妹啦。那迷妹的话，他就想说，那你来中国啦，那我就去追着你啊。
追着你的时候，就没想到呢，他就把他发这个跟他有一夜情的关系，就没想到都被这个 Kirilenko 把他录下来。那录下来之后，他就把他影片附上到网络上面，还有照片一大堆，然后他还附属这个所谓侮辱性的言论，就中国女孩一天就被征服，就等于是这个字啦。让中国网友完全受不了了，什么中国女孩一夕间被征服？你说我们中国女孩一天就被征服？对，他讲了这个话之后，全中国就开始网肉搜一大堆，然后这个整个情节就这个引起大家注意，然后引起大家注意之后，就没想到这个学校就这样的处分。可是问题是，这个 Kirilenko， 你看他的发言，他在外网发言什么？中国女孩很容易，然后中国女孩子就像在巴西买一块便宜的什么东西，那我强烈的推荐。这等于是把我所说的，事实上错的最严重的是 Rus， 他不该发表这样言论，然后发表这样言论，然后他还把这个影片都公开，然后他用什么 Easy Girl， 而且他还没有打马赛克，他没有打马赛克就这样直接上。那你知道，因为中国网友很多人看到这个完全没法接受嘛，他就说什么这个李女是什么丢人现眼啊，那有辱国格啦，因为一大堆。好，那为什么这个所谓大连工业大学会这一次会马上就这个所谓算是快刀斩乱嘛，或者说他用这种所谓的这个严重的处分？因为赵和啊，你知道吗？事实上，大连工业大学来说话是什么？它是党的学校，你看它是党校。对，你看人民网的报道，你看百年路上我们，然后大连工业大学那传承红色基因，然后讲述原党委书记张连敏的红色故事，也就是说，他的创办者叫张连敏。对，那张连敏，你看说，你看他还有什么？他先后参加什么抗日战争啊、解放战争啊，然后抗美援朝，然后后来投效这种高效的发展。所以他们的创办人物就是完完全全的解放军啊，对，完完全全的红的。对啊，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你看你看在抗美援朝的时间里面来说，张连敏同志是被任命为这个军文干部的这个大队长。好，那你看，事实上你看，然后后来在中央进的这个辽宁省的这个交通部的这个工作部的部长之后，然后沈阳轻工业的这个学院的党委书记，然后辽宁师范学院等等，然后就进到大连轻工业学院，就原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大连工业大学。所以等于是说，他有很多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这个血统啊。对。那我这个血统来说，他当然没办法接受。那你看这个天眼新闻也有1000多万的点赞。他看李新石因为不当行为被开除党籍，然后一大堆。你看网络上都说，你看舌头一伸把国格校誉整个丢了，然后21岁的李新石被开除，一点都不冤。大家完全都在检讨他。你看有损国格，就这一点开除他都轻了。而且今次完全都是一些贵州省的省委机关的官媒跟机关全部都在打他。对，没错。那你看，甚至连什么网络上还有人说什么啊，他已经过世了啦。为什么这样讲？你看，这是什么？大连市公安的这个中山区的分局公民死亡证明书。你看李新石，然后讲了那么多，然后说他这个算是坠楼轻生啊。但问题是这都假的啊！你看网络上 follow 了这么多，然后就有解放报说啊，这是假的，这是假的，你就知道说，还有人要伪造说他已经死掉这个状况。我就觉得说。没有错，他的确是，他千不该万不该是什么？第一个，他不应该说有男朋友的时候这样做这些事。但是问题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是那个男生犯了这样的事情。对，如果在台湾的话，我们当然也会不原谅这李新石做，但是我们应该更要谴责的是这个入室的事情嘛。好，所以你知道，事实上我必须说了。胡锡进有时候我们都说，他好像是这个墙头草啦，看风向怎样。这一次他的风向倒是他虽然也说他的良心发现，他说你看，我倒是觉得那只乌克兰猪把女性侵略的这个视频发到网络上炫耀，才是侮辱了乌克兰的国格。他就说，关心了这个外国公民因此对乌克兰男生的道德水准发生一次跳水性的看低。对，他应该是这样讲。然后他就说，但是他不能够对那只乌克兰猪把视频放在物联网上面，并产生了恶劣影响，全过程负责。精准的说，他是那之后偷情变成是互联网事件的受害者嘛。所以他觉得女大生她是一个受害者。对，他说，我想说这样的严厉处分与外界对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印象是不协调的。我认为真正的处罚是应该受难民这个乌克兰的电竞选手，他的名字叫Rus。我呼吁中国有关方面不仅对他实施经济制裁，而且应该永久禁止他进入中国大陆，还有香港，还有澳门。我觉得他的说法是没有错。如果你真的要处分的话，你应该处分那个 Rus， 不应该处分这个李新石嘛。哈，不过呢，网络上就有人讲啊，就是我觉得中国网友也是反应非常多啊，就
那是因为他是乌克兰人。他说这种事情来说，其实也蛮在中国也时会有所闻嘛。他说，如果是有人就开玩笑说，如果是俄罗斯人的话就没有关系。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一夜情事件，这根本是一个政治事件。对，为什么会有人？是中国、俄国、美国的政治事件，还有乌克兰嘛？我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你看，因为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讲？因为第一个，目前为止，中国跟乌克兰关系的确是不好。对，他们认为说，乌克兰你必败嘛，对不对？那尤其是他们现在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嘛。那好到什么程度呢？赵你看嘛，这几天的时候，不是俄罗斯的这个外长跟这个所谓我们这个跟这个王毅跟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他们不是有见面吗？见面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看这是这个俄罗斯他们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扎哈洛夫，就是他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他说什么呢？他说呢，要把中俄的外长王拉夫，对吧？就王毅加上拉夫洛夫，简称叫王拉夫嘛，对不对？那他们拉起来的话，叫做什么？英语叫做什么 ？One Love。这怎么拉的？你告诉我。对，这王拉夫变成 One Love。对，就是把他们的姓都拉出来嘛，就王拉夫嘛，对，所以叫 One Love 这样。你看，所以他就说什么？俄罗斯跟中国就是 One Love 嘛。所以在这样氛围之下，你看。你这个李新石他的这个对象是乌克兰人的时候，就会显得政治不正确。在这个时候，那你知道这几天的时候，普丁要说什么事？因为前一阵子他不是跟这个所谓普丁有通电话吗？川普跟普丁通电话嘛，通电话的结果是他对于普丁非常的失望。他说：“你根本就是我叫你停火，你根本就没有停火。你看表面说 OK， 你晚上就狂轰滥炸，他就不爽嘛。不爽之后，他就说什么？他今天说什么？我们会送乌克兰急迫需要的这个爱国者飞弹嘛。他就批评他，你看。”普遍上很多人都大吃一惊，他表面上说话都很客气，但是晚上就会对每个人狂轰滥炸，这样就有点问题了。我不喜欢这样，所以他现在等于是要送乌克兰这个爱国者飞弹嘛。那中国跟乌克兰看起来的话，就是变成是敌对的一方。那偏偏呢，你这个李新石在这个时候呢，跟你发生关系的人居然就是乌克兰人，然后乌克兰的这个，那中国方面来说又觉得好像你有点贬低我们中国的时候，所以这是我就讲李新石在这时候犯的最不该的就是他可能踩了这个不该踩的政治红线。廷伟，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说，真的叫做内忧外患嘛？内忧是谁？是我们前几天提到的红姐，那是一个社会缩影。外患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李新石，为什么这两件事件习近平在处理的事情上面完全都没有处理好，他的手法、他的手段，国内都是大反弹的。这个事情怎么会处理这个女孩子呢？这不处理应该是处理这个乌克兰的男子，他犯罪嘛，他把这个事情公告出来。事实上为什么习近平会这样子其实说真的有时候中国是这样就是说不是吃软不吃硬，而是说他本身来讲遇到硬的或是遇到他没辙的，基本上他就软下来了。他基本上也没有就软下来，他其实也找不出一些什么方法来处理啊。其实他有很多内忧外患的事情我们以往都会讲说，是中国多强，中国多强，对不对？结果他到海外去的时候，发现到说原来他没有那么强，而且呢，他可能还被骗，你知道吗？最近来讲的话，在中国的网络上也炸锅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整团的中国的观光客跑到意大利去之后，整台游览车里面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都被当地洗劫一空。那你知道一些事情他是怎样基本上这一台游览车上面载的90%都是中国第一次出国的老人，然后他们去那边之后呢，你知道这个老人总有一些家底嘛，对不对？总有一些口袋比较深嘛，而在当地就买很多奢侈品。那买奢侈品之后呢，结果他们只是下车去吃个午餐之类的，结果呢，在车上的奢侈品全部都被偷了，而且是整台搜刮。整台搜刮之后呢，结果他们回到车上之后，跟当地的警方联络，警察来说，好像感觉好像是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对，只是跟他们做个笔录之后了那简单来讲的话，那他们还是要回来对不对？他们要回国，结果后来发现到，他们的护照都没有被偷，他们被偷的都是那些所谓的奢侈品他连什么20万的劳力士表直接就被拿走了。对，这驻意大利的大使馆都发布了这个所谓的警语声明但是就仅发布警语声明就告诉大家说，你自己的钱财要顾好不要露白或者是说大家集体行动那你的这个奢侈品你不要放在车上你要随身携带下去等等之类的。他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没用嘛！说他根本没有给一个实际的帮忙，只跟他讲说，哎呀，大家去欧洲玩去意大利玩钱要放在身上不要放在别的地方会被拿走然后没有跟我讲说，
我今天如果被拿话，我可不可以求助你？我应该怎么做？都没有。对啊，什么叫做大有为的政府？大有为政府是说我直接中国政府直接跟当地的政府交涉嘛，当地的警方要给我破案嘛，而且要给中国的民众一些交代嘛。结果呢，其实那边的警方基本上都是悻然，基本上非常消极。更扯的事情是什么东西？警方也不知道说小偷在哪里。这时候呢，中国观光客还必须自己开手机定位，说他的耳机 iPhone 手机到哪里去了？结果呢，那因为被偷的里面有 iPhone 手机嘛，就知道 iPhone 手机定位小偷在哪里，才告诉警方去哪边干嘛找人。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很多的这个欧洲把中国观光客视为是大肥羊，你知道吗？是待宰的羔羊，而且认为说基本上你也不会寻求我们的法治，或者是寻求这个诉讼啊。所以呢，你基本上在那边的话被偷只是摸摸鼻子而已。但重点是说中国如果真的国力那么强的话，谁敢欺负中国观光客？现在习近平就基本上就是在欧洲来讲的话，被欧洲很多国家看衰小啊，就是说看衰的，对，看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跟欧洲处理很多事情哦。现在很多中国说，干脆我们去非洲观光好了，因为非洲至少这些小老弟还会看得起中国一下哦。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从这个外国事件来讲的话，当然很多中国人是什么被视为是崇洋媚外，你知道吗？但实际上来讲的话，这跟中国自己本身的国力有关。如果中国国力那么强的话，基本上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不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现在中国在国际上面被大家看衰了，什么你出事我完全不想理你。但是中国遇到最大的麻烦是什么？是内忧。我们从来没有办法想到，他们一路扶持的比亚迪，现在他们自己也要把比亚迪杀了，亲手扶持起来，再把比亚迪杀了。为什么？他们的工业部点名了比亚迪哦，你不当申报新能源补贴高达5300万美元，这代表什么？我不当补贴，你要通通拿回来的。是，简单一句话就是做假账。你从头到尾这些车根本就没有卖出去，你就是零里程的，然后硬挂了一个牌，好像假装卖出去，然后目的是为什么？就是为了骗补助。所以你看，现在整个中国工信部就直接公布哦，从2016年到2020年哦，总计呢这个汽车产业不当补助的金额高达1亿多美金哦，相当于人民币的话是8.65亿，其中光是奇瑞汽车跟比亚迪哦，就已经不当补助的不合格的一个申报率来到了60%啊，也就是光这两家公司竟然就已经 A 了5300万美金哦，真的很吓人。刚刚讲到8亿多，60%等于是4、5亿的人民币，都是这两家公司不当补助给弄走了。不合格有60%这么多了，根本应该是电动车里面的资优生发现都是造假的，都是做假账的。对，竟然连资优生都作假，资优生都会给你骗说，我这个车根本卖出去，事实上根本没有，你就知道整个中国电动车为了内卷的情况有多严重。那到底为什么搞成这样？我们用一个表格来看你看到你就会吓死哦。你看他们呢现在是怎么样？原本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净利率的中位数，也就是说有的人净利率比较高，有人净利率比较低，那我平均来看的话呢，净利率是2.78， 2.78，我们已经想说什么东西比3%还小，那凶悍嘛。我们都讲说，如果有一些电子业不好，叫毛3到4，不是，它竟然是好的情况之下2.78。2024年最惨的情况，中位数是多少？0.83%。对啊，0.83。有赚跟没赚一样，这根本就没赚，那比1%小啊，这个是赚心酸的吗？好，那现在数字出来了，2024年的汽车的所有制造商的总债务来到多少？9590亿人民币，和台币已经来到3.91兆元呢，吓死人！你的债务竟然来到这个3.91兆，我们整个全台湾的，我今天才看我们全台湾的国债也不过才5兆多而已，你竟然就已经超过1半以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真的这个汽车产业、电动车产业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下一个不动产的一个地雷哦，所以你就会发现这真的严重，而且现在我跟你讲，它现在才爆出来，对不对？现在才查，都已经烂到骨子里面了。84%的经销商是赔本卖车哦，所以中国的那个汽车产业是内卷，连供应商都在内卷。84%人都是所谓的低于这个所谓的批发价来销售汽车。赔本呢？这神经病就没有办法理解嘛？像我们这种自由市场，谁要赔本卖啊？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所以到最后没有人站着，全部都
趴着跟跪着，这也是为什么整个中国的经济市场会那么差。那我跟你讲，其实连比亚迪都在玩这一种的，你更何况一般老百姓？这也是为什么一般老百姓日子苦啊！你知道多苦吗？现在很多人裁员减薪的减薪啊，那裁员减薪之后，这些人能干嘛呢？只能去当外送员。对，因为外送的这个门槛最低，而且就外送员，你看你现在在后面看到，我以为外送员你好歹要四肢健全，没有呢，连少一只脚的都可以当外送员，然后这样改，你就知道这样子就是很辛苦的。身障员拿来送外送，是，就是说，一般的还有在这个雨中跑的，其实看到都蛮难过。你要知道，这种身障的，他如果说他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他有必要在雨天里面来批外送。我跟你讲，他们这个中国的外送很可怕。你如果是就是单子呢就是你那个送餐，你如果 delay 晚的话，要被扣钱。对，你如果那个有负评的话，要被扣钱。所以你不要看，你看这样一步一步，真的我看到还拄拐杖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他们有一份工作还不错的话，如果有坐办公室的工作的话，他们有可能要杵着拐杖，刮风下雨雨淋，然后中暑，都要拼了命。还有这种画面是背着小孩子的。全部都一起来送外送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孩子下课或者是小孩子没有人带，那怎么办？就只好带着啊。所以你看雨下成这样，这个整个地上都已经很容易摔倒，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还要赶。你知道他们其实非常危险，因为他们一定要赶单，就是一定要在期限那个时间之内送到，不然的话就会负评啊。负评的话完蛋了，这一单不仅白做，还要被扣钱。所以你看那地上看很可怜，中暑7月8号中暑在地上瘫在那边，他们很多人真的是，比如中暑被车撞，他就爬起来说：“我单还没送完，我不能复评，我不能再复评了。”所以很多人他被车撞完之后，他是全身流着血的，还继续去跑。对，因为他就担心他一旦被复评之后完蛋了，他可能这个月又还有被开单子的。然后呢，所以你就知道这叫什么，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一种穷苦的阶级呢，就会变成是自己的内部的一个相杀。我的日子已经不好过，警察还给我开单，让我日子更不好过。我更不好过之后呢，我去送到小区里面。结果还被人家保全拿那个棍子拿个挡他下来。之前就发生外送员跟小区，然后就杀来杀去，后来就外送员死掉。为什么？因为我每次送到这个小区，你就不让我进去，你不让我进去，你要我车停好，结果我光这个时间点我又 delay 了，我又晚单了，就晚单之后，我这个单不仅白送，我这个礼拜的钱全部都被白扣掉，所以这个就会形成一个他们在中国有个说法叫做低端人口的一个残害，彼此相杀所以其实就宛如人间的炼狱。所以我们刚刚一路这样看下来，包括这些外送员，不管再多累，他一定要去送，再危险都要去送。最关键问题是什么？因为包括阿里、京东、美团这些外送平台，杀的跟什么一样，就苦的都是这一些所谓的外送员。应该是说，现在在中国全部都内卷一段的卷，所以呢，就不断的大家彼此残杀。比如说，你说好，你说你美团杀，然后你京东杀，这些平台如果瞎说，我现在零元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呢10分钟之内你抢到的东西啦，全部都是不用钱的，或者是抢到东西都买1送1在这种来讲，你对于这些生产商来讲已经是剥一层皮了。但是我跟你说，你有那个种说，我不要参加你的这个优惠，我不要参加你这个零元购吗？不行，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如果没有在这个平台上架的话，就像我们小七，如果你不在小七上架，如果你不在全联上架，请问你东西要在哪里卖？现在还有干妈点吗？现在根本就没有干妈点吗？所以逼着这一些所谓的这个食品的供应端，或者是其他的厂商，全部都内卷，就像是电动车一样比亚迪要求它的供应商要降10%税，所以换句话说，赵和这个是各个产业全部都面临，全部都在Kobe这样子杀往供应商往上游杀的情况，到最后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是赢家。宇轩，我们刚刚看到了习近平在内政上面一团乱，包括内忧外患没有事情处理好，更重点问题是什么？重点是习近平他完全不会交朋友，不会交朋友到怎么样？大家都在围堵他。你看到这是2025的护身军刀演习，这里面包括什么？日本、美国、澳洲，大家表面上没有说，私底下大家很明显了，就是针对你中国而来的。对，没有错。不管是你中国最近在硫磺岛以东所进行的军演，又是在澳洲邻近一带呢造成的军事侵扰，所以很显而易见的，这一次2025年护身军刀第一，有史以来最多19个国家共同参与。在第二，以其为核心主体的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包括澳洲，唯一一个假想敌，这个假想敌是谁？就是中国，就是中国。而且看从美国
加拿大、斐济、法国、德国、印度、印尼、日本、荷兰、纽西兰、挪威、巴布纽亚、几内亚、菲律宾、韩国、新加坡、泰国、东加和英国，总共呢加上马来西亚跟越南，高达19国，通通在那边演练。而且照你知道演练什么吗？他会跟你讲，我海军演练，我空军也演练，我滨海作战团演练，我包括呢滩岸接敌我也演练，所以照全方面作战。换言之，他今天是把所有能够想的作战模式，我都在这边呢大放异彩。而且你看哦，它这个不是我们过去传统讲的三军哦，它这是与时俱进哦。Air 是什么？空军。Cyber 是什么？网络。Land 就是传说的陆军。还有 Space，OK，、太空军。太空军也在演练。太空军啊，把它加进来了。还有海军，来史上最多3万多人齐聚。5军齐发，所以包括这一次他们所相关的精锐哦，我们讲的黑鹰直升机，这是最近的美国交付给澳洲的，也会拿来做实验。还有包括美国最新的一个战力，取代 Attacken 的 PRSM 精准打击地对地新一代最强大的战药，也会配合所谓的海马斯系统来进行发放。当今天这个护身军到军演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巧合是什么吗？刚好主体是澳洲嘛，澳洲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你知道人跑到哪里去？对，跑到中国去。他跑去访华，对啊，军演开幕，然后你的总理去访华，对，所以呢，当然啊，大家会想到几件事。第一个嘛，你这时候访华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当然、啊，澳洲现在跟美国也有所谓的关税战的问题啊，但美国人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是2年一度的军演，所以美国人只问他一件事情：你到底会不会当台海发生战事？你看哦 ，You estimate to know what ally would do in event of war over Taiwan， 也就是当两岸之间如果发生战争冲突。你澳洲你要给我站在哪一边？你要不要过来帮忙？所以这时间很巧妙，一边是你跟我美国这边在军演，对不对？一边你跑去跟中国谈贸易嘛，他就问了，那你不用啰嗦那么多，跟我讲你会不会出兵吧？所以你看哦，川普政府这一次只是耍狠哦，台海如果开战如何因应，他要把澳洲，他要把日本，也就是我们讲护身军到这些国家全部都拉进来，施压说你要表态，表态什么？台海发生战争，你日本绝对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对，台湾今天发生战争，今天台湾有事，你澳洲也有事。所以你看哦，他说5位知情人是美国国防部政策司长科比，近期来一直跟日本跟澳洲的国防部官员推动这一项议题。换言之，今天这个演练是玩真的，不是跟你说胡假的。所以你看啊，包括后勤补给，他们现在要把所有人大家都扣起来。最近哦，签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OK， 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装备计划部部长那种装备。新职灾所讲的亚洲进入一个新的危机，这个危机是谁？中国。现有的基本的规则呢的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所以代表他们要签一个未来在美利坚上所签的包括所谓的后勤协定，也就是我今天澳洲出了任何的弹药，加油，跟你美国的弹药，跟你美国的加油，跟你日本的弹药，日本的加油。我3国全部都要，所以过去是双边，现在变成3边的，对，大家互相的帮忙的。以前有什么？以前有日美嘛，对不对？然后也有日澳嘛，也有美澳嘛，但就是没有一起嘛。现在说我全部不演了一起来，这样我举一个最大的例子很多人不知道说这个加油或弹药补给共享数据差别在哪里？他们其实现在推一个最可怕的叫什么？叫个 NK41， 你知道 NK41 是什么吗？我们讲舰艇上的垂直发射系统。他说未来我美国跟日本、澳洲，我在这个垂直发射系统，我的弹药要彼此能够交换，甚至呢我彼此的相关的数据呢要共同的通联。就是这个可以互相的交换。对，你知道这多恐怖吗？比如说我是 PRSA 要给你打，对不对？我日本有12-4也要给你打，等于说我3个国家我可以丢来丢去、补来补去，我可以用美国舰艇打12-4。直接我们讲的对反舰可以这样子搞。对啊，那我 PRSN 我也可以丢给你。我们讲了你的舰载去打，我全部弹药跟油全部都要有办法补给啊。所以他们现在已经从2024年开始在研发一个系统，你看哦，陆军海上系统司令部正在开发原型系统，可以与美国跟其伙伴国所有的军舰的 NK41 导弹发射器兼容。换言之，在高尔拔的状况之下，所有舰艇都可以转移导弹发射筒。那我问你，台湾也会加入里面？当然也可以啊，当然也可以是用这个 NK41 啊。所以换言之，我今天不是所有我的图像或 pattern 一致哦。你看所以包括澳洲最近想要打造我们讲的新型态的护卫舰，他也跟你讲啊，我30重工的升级版最上级的也有可能会采用。等于说我们互补各自的长短。你哪里长，我就使用你的；你哪里短的，我就来帮助你。所以你想想，在这个情况呢，如果说打造下来的话，会变成什么情形？其实它只有演练给你看。美国、日本、澳洲最近其实确实有一个实弹演练，叫做南方捷克鲁25号。那在这个南方捷克鲁25号，它干嘛呢？它就是在模拟说以中国作为假想敌，比如说在沿海有一种山丘地带，对不对？它会干嘛？第一个，我用炮兵团
先协同配合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哦，澳洲跟日本的炮兵团。对，那底下冲锋陷阵是协同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然后进行实弹的射击跟演练。比如说呢，你要进犯然后夺岛的计划，我在这边呢如何进行所谓的防御动作，来对你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他们心里面都很清楚，都没有讲说敌人到底是谁。但从头到尾跟你讲的敌人其实都是中国，所以你看哦，美国海军陆战队它有这种语音，就是专门跳岛所使用，比如说从海军舰艇起飞，对不对？搭载海军陆战队队员，它所谓的渗透行动，比如说我就在岛屿跟岛屿之间，城镇跟城镇之间，它会模拟所谓的巷战。那这个巷战，比如说我这个地方这个区域呢已经被中国占领了，那我就用语音呢搭配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丢在当地。那可能日本跟澳洲呢当地的一些我们讲的阿兵哥，或者是当地的我们讲的陆战队，也会进行协同，包括资讯上的交换。尽管你有被占领，那又怎么样？语音机直接把人载过去，直接丢下去了。对，就是说你今天打我一个，你等于是打3个。对，因为我们3个之间呢是会互相互换，所以你看哦，他就在模拟村庄里面干嘛？比如说夜间征收啊，定点的清除行动，比如说有些炸药啊，或者有些障碍物，或者说就是打我们讲城镇战，而且它选在热带区域。OK， 所以在热带环境，意思就是什么？它完全是在模拟整个印太的这个气候、印太这个氛围里面。对，所以等于说，它虽然说你看它的演练地点是在澳洲，当然它不可能跑到我们讲的菲律宾或者是中国第一岛链那边去演练嘛。但实际上，它整个想定跟模拟就是对中国而来。所以你想哦，当如果这19国真的被美国呢串成是一个同心圆，而届时被包围的对象，恐怕就是呢号称是世界要超英赶美的中国。瑞德，我们其实这几天一直在关注汉光演习，除了我们看到了这个地表最强的战车之外，等了很久，陆战队首次曝光，终于有这种肩射的刺针飞弹，终于来了。对，没错。那么这次的汉光演习呢，事实上啊，国防部有意无意的要曝光一些武器。那么你看哦，这个我们等了10几年了。等了10几年，这个单兵用的这个等于刺针飞弹啊，它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刺针飞弹我们有好几千颗了啦，讲坦白的啦。那么我们有 DMS 并联式的刺针飞弹，就是用个3脚架架着可以发射2枚的，东沙岛、太平岛都有。然后我们有复仇者的这个飞弹，就是刺针飞弹，就是用那个相关的悍马车的刺针飞弹。我们有全世界最丰富的这个刺针飞弹，但是唯独没有单兵。没有单兵的刺针飞弹，就是你看的像个火箭筒一样的嘛，然后带着走。这次却让你看，你注意哦，他们是由宪兵部队直接搭乘这个等于说捷运，对不对？对。然后呢，为什么搭乘捷运呢？用最快速的方式在地底下啊，就马上就快速移动在大台北地区嘛。因为呢，目前啊，那么这些单兵的这个刺针飞弹，就是一个人携带的1枚式的这个单兵刺针飞弹呢，事实上并不是在我们跟美国采购的名单上面的。哦，什么意思啊？我们的陆军跟海军事实上各采购250枚，对。另外加购1985枚，事实上我们跟美国买了2485枚。但是在这次汉光演习里面曝光的，包括宪兵包括海军陆战队所携带的单兵式，这是第一次，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人的面前让你看我们有这个单兵式的这个移动式的这个刺针飞弹呢，并不是在这2485枚，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是美国在去年动用5亿美元军援台湾里面，免费送你250枚的刺针飞弹。哦，送的，这个是送的，对，你知道吗？这个并不是在我们采购的2485枚里面，所以我们还会源源不断有2485枚的单兵式的刺针飞弹给你源源不断。那么它差别在什么地方？各位，当然不是像一些少将在那边这个等于说这个故意呢泼冷水说这些没有用了，这刺针飞弹怎么会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刺针飞弹呢，它是短距离虽然是4-5公里内的短距离啦，但是它短距离的防空部分是非常好用。请问一下，老共要打台湾的话，除了飞机之外，它的武装直升机是不是它的如意算盘就是200-300架直接从淡水河飞进来嘛？对。那除了现在淡水河我们的20机炮啦，还有很多的战甲车啦，还有那之外，你知道打这些相关的直升机用什么最好用？就是刺针飞弹。就是刺针飞弹。我告诉你，刺针飞弹躲哪里？刺针飞弹单兵拿着，刺针飞弹呢一个人那么一套刺针飞弹躲树林里面，躲公寓房子，躲高楼大厦。
躲哪里没有人知道。等到他瞄准你发射，你发现的时候，维护你已经砰的就被他打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单兵式的刺针非常可怕的地方。那 DMS 就是并联式三脚架，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个东西？因为很简单，三脚架还要立，还要2个人，还要干什么？还有一大堆问题容易被发现。但是单兵式的刺针飞弹，它的机动性啊非常的快嘛，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给他买2000多枚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这一次你看。去年国防部大家都爱猜，美国已经给你，他不讲就不讲，对不对？这次直接给你看，直接曝光给你看，直接给你看。好，我请问一下，过去说有美国派人啊，现役的、退役的，然后官兵呢来到台湾干什么？国防部都是不置可否、不承认、不否认等等。这次请问，那么外媒直接讲了400多位的现役、退役的这个美军呢，在台湾，那么指导，不好意思，不是观摩，是直接指导我们汉光演习、汉光41要演习要怎么用。请问国防部有没有否认？没有啊，他没有否认，你知道吗？真的有400多个人，各位，你说400多个人，我告诉你。这个是台湾跟美国断交以来最多一次美军在台湾的哦，有400多个人，而且直接告诉你你的教召要干什么，你的教召要干什么。其实，在这个相关的汉光演习里面呢，除了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我们之前呢上个礼拜讨论 M1A2T 的那个相关的19枚命中，对不对？对，有意无意故意让你知道平诱弹台湾有了，平诱弹在台湾，那为什么有？因为之前都说美军不会给台湾。他有意无意在展示的时候就让你知道，我们就有平诱弹，直接有平诱弹，而且呢更过分的是，19枚的M1A2T 19枚的这相关的这个试射呢，这个实弹射击全部都是平诱弹。平诱弹钻进去那个坦克里面，除了钻进去迫害变成尖锐钻进去以后，里面可以在敌人的这个坦克里面形成3000度的高温，让他的坦克自己这个殉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觉得国防部是借这一次的机会再告诉大家，而且我觉得蛮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除了马祖射击之外，马祖这个外岛其实都在射击啊。马祖射击的时候，海龙蛙兵直接驾驶成功艇，他们的快艇呢，50机枪直接开火，50机枪直接开火。马祖离中国很近呐，50机枪直接开火。澎湖一口气。标枪、飞弹、各式的这个155榴弹炮这些全部7000多发，砰砰砰砰砰，咻咻咻，全部都出去啊！打了快半个小时啊！我觉得就是要有这样的汉光演习，让人家知道你敢打。包括各位这次，那么在林口这个地方呢，直接2栋6旅呢，3000个官兵全部紧急召回，然后全部都直接教召，你知道吗？一个人要打40发以上的空炮弹、步枪。立射，然后跪射，然后包括这个卧射，什么姿势都要，连相关的这个1动5榴弹炮都要打空炮弹的这个炮啊，这就告诉大家，我们的汉光演习跟以前不一样，不是单纯作秀而已。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